今天要和大家深度解读一份重磅报告，世界黄金协会刚刚发布的《中国黄金市场2025年12月月度更新》。这份报告不仅总结了刚刚过去的2025年中国黄金市场的惊人变化，更揭示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市场趋势。无论你已经在经营市场摸爬滚打了多年的老手，还是刚刚开始关注贵金属投资的新朋友，今天的内容都会让你收获满满。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我们先从报告的第一页开始，这一页的标题就很震撼：中国黄金市场更新，12月需求反弹。但震撼的是页面上的关键数据。2025年，无论是以人民币计价的上海黄金基准价格，还是用美元计价的伦敦金盐价格，都创造了几十年以来最强劲的年度表现。让我们仔细看看第一页的图表一，这张图展示了两个重要黄金价格基准的月度回报率走势。图表清楚地标注了2025年全年的惊人表现。美元计价的伦敦金银协会黄金价格全年暴涨 67%， 是自1979年以来最佳的表现。人民币计价的上海黄金基准价格也大涨了 58%， 创下了自2002年上海黄金交易所成立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细节需要解释给刚入门的朋友，为什么同样是黄金，美元价格涨了 67%， 人民币价格只涨了 58%？ 答案就在汇率。2025年人民币对美元出现了明显的升值，就像给人民币金价踩了一脚刹车，所以涨幅相对小一些。翻到第二页，我们看到一张更加直观的图表。第二页的图表2展示了人民币黄金价格累计月度回报率。这张图简直就是2025年黄金牛市的完美写照。图中那条代表2025年的红色曲线，从年初开始就一路向上攀升，远远甩开了2003年到2022年的历史平均水平，也超越了2023年和2024年的表现。报告在这一页详细解释了推动金价上涨的3个因素。第一是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升高，第二是期权市场异常活跃，第三是全球范围内黄金 ETF 出现强劲净流入。这3个因素叠加，造就了这轮历史级别的黄金牛市。但是高金价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实物黄金需求的分化。报告指出，虽然12月份的批发需求出现了季节性的反弹，但2025年整体仍然是连续第3年下滑。第3页的图表3展示了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月度黄金提货量，这是衡量中国黄金批发需求的关键指标。12月的提货量达到115吨，比11月份增长了 36%。这个反弹主要是因为年底节日销售的季节性备货需求。但如果我们对比图表中的10年平均水平，就会发现12月的数据同比仍然下降了 6%。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第3页的图表4，这张年度对比图显示2025年全年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提取的黄金总量为1298吨，比2024年下降了 11%， 比10年平均水平更是低了 28%。 这背后的原因很明确，一方面是金价飙升让消费者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是增值税改革给黄金首饰行业带来了额外的税负压力。简单来说，就是黄金太贵了，老百姓买首饰的热情明显降温。但投资黄金的热情呢，那就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了。看到这种价格飙升但需求分化的复杂市场，想了解如何系统化的把握投资机会的朋友，可以看看置顶评论里面的浩投资量化交易系统的介绍。
第4页的图表5绝对是这份报告最令人振奋的一张图。这张图展示了中国黄金 ETF 的累计月度需求。2025年的那条橙色曲线简直就是一条完美的上升直线。中国投资者在2025年总共购买了价值1120亿人民币的黄金 ETF， 相当于155亿美元或133吨实物黄金，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强劲的年度流入记录。这种投资热情带来了什么结果？到2025年底，中国黄金 ETF 的总资产管理规模暴增了 243%， 达到2420亿人民币，持仓量也翻了1倍多，达到248吨。这些数字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期货市场也同样火爆。第4页图表6显示，2025年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的日均交易量达到457吨，比2024年大涨 52%， 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这不仅说明是散户投资者，连专业的交易者和产业客户都在大量参与黄金市场。第5页的图表7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中国人民银行在2025年每个月都公布黄金购买，这已经是连续第14个月增持黄金。12月份央行又增持了 0.9 吨，全年累计增持27吨。到2025年底，中国的官方黄金储备达到了2306吨，占外汇储备总额的 8.5%。央行这种持续的公开的购金行为，实际上给市场很强的信心。当老百姓看到国家都在买黄金的时候，自然也会增强对黄金投资的信心。最后看一下进口数据。第5页的图表8显示，虽然11月份的中国黄金净进口量反弹到47吨，环比增加了12吨，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仍然大幅下降了60吨。这再次印证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现象，高金价和税收政策变化确实在抑制实物黄金的进口需求。总结一下2025年中国黄金市场的核心特征，这是一个典型的价格创历史新高、需求结构大分化的一个年份。一方面，金价表现堪称历史级别，投资需求，特别是 ETF 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传统的首饰消费和实物进口明显疲软，这主要受到高金价和税收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对于已经有投资经验的朋友，这份报告提供了几个重要的启示。首先，黄金作为避险资产，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时表现出色。其次，中国投资者对黄金的配置需求正在快速增加，金融化投资工具越来越受欢迎。第三，政策变化会对不同类型的黄金需求产生明显的影响。对于刚接触黄金投资的新朋友，你需要注意理解3个基本概念。第一，黄金既是商品，也是金融资产，它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可能会出现分化。第二，央行、ETF、期货等参与者会明显影响金价的走势。第三，汇率、税收、地缘政治等宏观因素在黄金这种全球性资产上会立即反映到价格和需求上。世界黄金协会表示，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发布2025年全年的完整黄金需求趋势报告，届时会有更详细的分析和2026年的展望，我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进行解读，敬请期待。好了，今天的深度解读就到这里。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请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后续市场分析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